哇，我真的太爱这个油蜡皮了，不对称褶皱设计，上身非常的惊艳。哇，这件大衣真的细节做的特别特别的好。那两个颜色我也想买，太吓人了，我要冷静一下。本场最爱，哈哈哈，大笑三声。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小镇杰西卡这个频道。时间过得好快，一下子就要到2026年了。那么按照传统过新年就要穿新衣，所以呢，我就给自己准备了5套特别好看的新衣服，还有2个时髦又百搭的包包。它们呢都是来自我的老朋友 Fabric。那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期开箱影片吧。记得点赞订阅，同时加入我的 Facebook 和 WeChat 的私密购物群。那我们就要开始了。一到过新年，那肯定就要穿红色了，这样呢能够给自己强烈的心理暗示，来年呢就会红红火火，好运一整年。所以第一件呢就是我身上这件红毛衣了。它呢是来自 Fabric 和大卫孙的作品，设计师呢曾经先后在 Balenciaga 和 John Galliano 工作过。其实红色毛衣呢不太容易穿好看的，搞得不好呢就很俗气，像一个行走的大红包。所以呢我会推荐选一些比较有设计感的红色毛衣，比如说我身上这件就是不对称褶皱设计，上身非常的惊艳。97%的羊毛加上3%羊绒混纺，轻薄又保暖，像云朵一样柔软蓬松，贴身穿得很舒服。领口这里呢有自然的收褶设计，形成柔和的立体感。针织衫呢也能够做出像水波一样的流动感，不会矮板，更不会臃肿，带着一点点艺术气息。同时呢还能够修饰肩胸比例，有一点法式优雅。一排黑色的纽扣故意做成了斜线，视觉上呢有趣又显瘦。下面几粒纽扣可以打开，露出内搭白色，轻盈利落。偏短的版型放在下装外也不会压身高哦。这个红色呢也很高级，不是那种张扬的亮红色，而是偏复古的深红色，不艳俗，沉稳里呢带着一点气场。上身显得皮肤很白，而且气色很好，无论是参加节日活动啊，还是上班聚会，什么都能 hold 住。我真的很久没有见到过这么好看的红毛衣了，这件真是太满意了。那我搭配的呢则是 Fabric 的环保皮裤，这条呢我去年就入了，大家还记得吗？今年拿出来穿的时候呢还是很喜欢。红色黑色之间因为有白色的过渡，不会显得过于的沉重，这样穿着过新年，2026年保证红红火火一整年哦。那如果觉得大面积的红色呢不好驾驭，那就可以试试小面积的酒红色，譬如一个酒红色的包包就不错。那这个包包呢正是猪猪同款，这款呢是来自 Fabric 和意大利设计师 Sophie Giussi 的合作款。设计师呢先后在爱马仕、Fendi、Celine 皮具部都工作过， Celine 的几个爆款包包都出自他之手。而这个包包呢叫做 Monti， 是取名于意大利罗马一个很著名的艺术街区。首先我们先来看皮质，哇，我真的太爱这个油蜡皮了，大家感受一下这个光泽感。特别选用了欧洲进口的头层牛皮，经过油柔、软化、3重浸蜡、木珠摔打等一系列复杂的工艺，呈现出温润油亮的质感，透出皮革本身的自然肌理，有一种时光流逝的复古美感。这个皮你看表面呢就好像有一层油蜡一样的，慢慢的就会渗透到皮革里面，随着时间的流逝啊，那这样的油蜡皮呢就会越用越好看，越用越有味道。我特地选了这个波尔多红色，复古又特别，尤其像我这样穿一身灰黑色，加入一点点波尔多红，成为全身亮点，画龙点睛。包型呢是这2年最火的那种比较扁长的 East West 波士顿包型，那肩带呢是比较长的，这一点我特别喜欢。那哪怕你穿再厚的大衣或者是羽绒服呢，这样背上也是完全没问题的。而且呢这个肩带你看它是有点圆柱形的，就是以意大利的罗马柱为灵感，所以呢整体的手感特别的好，背在肩膀上呢也不会勒肩膀的，有2个孔位还可以调节长短，同时呢它上面还有个这样的扣子，你这样背在肩膀上呢就不容易滑落下来。这个包包呢看着不大，其实容量很大，你看我里面装了多少东西，装了一本书，一副皮手套，哪怕雨伞都完全没问题，还绰绰有余。内里呢也做工不错，有一个暗带，而且是手感很好的麂皮绒，手工缝线，细节呢很考究，搭配品牌标志型的小金豆标识，是不锈钢结合环保真空电镀 18K 金工艺，呈现出细腻的磨砂质感。而像肩带扣啊，还有底钉什么的，都是环保真空电镀 18K 金工艺，都是首饰级别的，所以这个金色呢很饱满，不会轻飘飘的显廉价。拉链呢也很加分哦，是进口的金齿拉链，你看这样拉起来呢会非常的顺滑。
好，那这里也要说一下，你去买那些小众品牌的时候呢，一定要测试一下拉链，因为这种地方呢，很多人会忽视但是如果是质感比较好的品牌，这个拉起来就会很滑。它的拉链头上面呢还不吸血本做了真皮，所以整体呢就看上去很高级。另外它两头都特地做了迪扣，方便让大家挂东西。因为这2年呢特别流行包挂，你想挂多少挂多少，左右两边都可以。那除了我这个有蜡皮之外呢，还有其他几个颜色和材质都蛮好看的。不过我独爱这个酒红色有蜡皮。而搭配的格纹长裙呢，也是我在 Fabric 找到的宝藏单品，绵羊毛和桑蚕丝混纺，质感很好。威尔士格纹面料增加了复古感，经典直筒铅笔裙上身的优雅流畅，腰部后面是拼接的皮质，细节很考究。搭配之前开箱过的 Fabric 基本款黑色高领衫，干练又内敛。我还加了一副酒红色的手套和包包呼应，让黑灰色穿搭呢不会那么的沉闷和无聊。这一身好优雅，但是不老气，一点点酒红色的加入呢，也很有成熟姐姐的知性美。都看到这里了，如果还没有关注小陈杰西卡的朋友呢，记得动动手指，打开小铃铛关注我，就可以看到我随时的更新了。也记得加入我的 Facebook 和 WeChat 的私密购物群。那我们就接着往下说，接下来一套呢，就是长大衣和大包，都是我最拿手的单品。先来看长大衣，它呢也是来自大卫孙和 Fabric 的合作款。我太爱这个颜色和面料了，羊毛混纺人字纹，混色纱线，有一种粗粝的美感。衣服呢远看有层次，近看有细节。而且羊毛里面呢还加入了一点羊驼毛，轻盈蓬松，自带丰富的肌理感，不会单调。整体质感蛮厚实的，上身很保暖。纽约冬天就穿这件，99%的天气都完全没问题。不过要注意这件外套呢是有一点重量的，否则没有办法那么保暖但是呢也不算太重，还是可以 hold 住的。宽松直身廓形，长度呢到膝盖，搭配腰带，大气利落。领子自然翻下来就很有气场了。当然也可以把衣领竖起来会看到它的背面呢是柔软的麂皮绒，给大衣增加了细节感。衣领竖起来就很有英伦范儿，好有腔调还可以系上前面的一粒纽扣，下摆打开一点，形成斜线，很显瘦。它的细节真是做得特别好，你看它的后背这里还专门用这个麂皮绒做了这样的线条，这样呢就要比普通大衣看上去塑形的效果会更好，也更精致一点。而且它的皮带扣呢也是跟衣领同样颜色的麂皮绒。哇，这件大衣真的细节做得特别的好，我好喜欢。那大家肯定要问这个包包了，它呢就是来自意大利设计师 Valeria Massi。设计师呢曾经在 Prada、Miu Miu、Bottega Veneta 担任过皮具设计师。BV 的几个热门包款，比如说云朵包枕头包都是他的设计那这个包包呢取名叫做 Rialto， 也是威尼斯最有名的廊桥，大家应该去过都知道。那我至今都记得第一次去的时候在下面拍照的场景真的是超美超优雅。而巧妙的廊桥结构呢，正是这个双层翻盖和空间分区的设计灵感。我们先来看皮质它呢是采用优质的荷兰小牛皮，经过72小时的滚筒揉搓工艺处理，皮革呢能够自然软化，同时保留了原来的纹理。也难怪这个包包的皮质那么的细腻柔软，你看我随便怎么乱折都没问题。你看好厉害都不会留下折痕的。而且还带着那种柔和的光泽，就有一点像 vintage 的包包，大家没有感觉到。所以呢，它虽然是一个有点像公文包造型的包但是因为它的皮革很柔软，所以整体呢不会像公文包那么的拘谨和生硬，还是很有松弛感的。这个包包最大的特点其实就是这个双层翻盖设计，你看它是第一层，还有一个第二层，不是说一定要把这个扣锁上，你看就这样背就蛮好看的，就很自然的垂落下来，看上去就很有松弛感。而且呢，这个包包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可以轻松变成单层包。我举个例子你看，把这个翻盖藏进去，哒哒哒，因为前面的皮质很柔软嘛，所以你怎么样折或者蹂躏它都没事。你看，轻松就可以藏进去，然后你再把它盖起来，你看这不就变成一个单层包了嘛？那这样呢就会更加简洁一点。哇，这个设计好巧妙，我喜欢呢。它呢也是手工缝线，同时呢也有这样标志性的小金豆设计。它的锁扣呢也很有意思，是独家开发的3层的锁扣。你看第一层、第二层、第三层，它里面呢因为有一个很强的吸铁式，所以其实你只要这样往上一扣，它就会自动把它扣起来，
不用费心去扣啊扣的。那这样呢就很适合我们这种忙碌的都市女性。它整个包包的其他5金件呢，也是采用了环保真空电镀 18K 金的工艺，略带做旧的效果，很复古，而且呢耐磨耐用，容量呢也超级大，放我的13寸电脑都没问题。重点来了，这个包包还有很多的背法。那就像我前面的这种单肩包肯定是很好看，也是最实用的一种，对吧？当然你也可以把它手拎起来，它还有一个小玄机，就是呢它有2根可以脱卸的肩带，只要把它装上去，装1根那就可以变成斜背包，东西多的时候呢就可以这样背。也可以把它变成双肩包啊，彻底解放双手，也会更加青春活泼一点啊。你会发现它的后面呢，这里有一个小小的缺口，这里也有一个，一开始我都不知道这是干嘛，后来我研究了一下才知道，这个就是用来装那个长肩带，不用装长肩带的时候呢，把它藏进去。你看藏进去之后呢，整个包包就会很简洁。那最后呢，来看一下背面，它的背面呢也是有玄机的。首先就是有个巨大的暗袋，哇，这个我很喜欢。这样可以装一些书啊，或者是手机什么的都完全没问题。出差的时候呢，还可以放很多文件啊等等。而且你看，它还有一个这样的汗带，一方面呢可以用来调节这个侧面，这个是可以把它拉开来的。那这样就可以调节，让这个包包呢变得更厚一点。那更重要的就是如果你出差旅行，就可以把它呢直接插在那个拉杆上的拉杆上面，那这个包包就不会东倒西歪的。哇，这个包包真的是设计实在太完美了，有各种各样的背法，而且真的很实用，皮质又很好。哇，怎么这么好看啊，我真的爱死了。内搭的衬衫呢，我就选了一件有图案的，有一点点抽象的斑马纹，而且不是常见的黑白色，而是安可拉红，很有艺术感。5%的羊毛和13%的桑蚕丝，既有桑蚕丝的温和呼吸感，又有美利诺羊毛的保暖，不会太过轻薄。冬天呢，作为内搭也没问题。它还有飘带，可以随心转换造型。搭配复古灯笼袖，是一件很复古的衬衫。再搭配之前我开箱过的这条棕色的 fabric 长裤，比起常见的纯色的内搭呢，会更有感觉一点。那这时候呢，包包就可以当做手拿包啦，很有腔调。等于一个包包呢，就有5种背法，通勤、旅行、逛街、参加活动什么都可以，什么风格都能 hold 住。哇，真的是越看越喜欢啊！这个包包呢，我选的是乌木棕真皮，我看了一下，还有一个黑色真皮也蛮好看，还有一个棕色麂皮也很好看。完了，那2个颜色我也想买。冷静冷静，大家要不要再买另外2个呢？从英女王伊丽莎白2世到凯特王妃英国老钱贵族们呢，在秋冬季节最喜欢穿的就是航缝的薄款羽绒服。所以这次呢，我在 Fabric 也找到一件，哇，好喜欢这一件，是来自英国设计师 Hannah Cook 的设计。设计师本人曾经在 Burberry 工作过，也难怪设计的衣服那么有英伦风情。经典航缝设计，菱形格纹呢自带纹理感，内里则是高品质的白鸭绒。包包一层温暖不臃肿，上身很轻盈，几乎感受不到重量。内里是格纹，这个就很有英伦风情。外面的面料呢还是防泼水的，下雨下雪都不怕。而且内里的鸭绒能够保持蓬松，这一点可真是太实用了。细节也超考究的，大家看，从肩膀一直到袖子上面有一圈都是黑色灯芯绒的，而且是有一点点立体的形状。领口这里也是黑色灯芯绒，增加设计感。可以把衣领就这样扣起来，防风保暖，还显得脸小哦。它的拉链呢也是双头的，可以随心转换造型。我最近呢就很喜欢把领子扣好，下面敞开来，视觉上呢更显瘦，也相当的时髦。它内里的一侧呢是有暗带的，很安全。更棒的是腰部这里还有抽绳，抽起来呢就可以轻松打造腰线，中长款外套也不用担心会压身高啦。同款的还有一个米杏色，拼接的是棕色的灯芯绒，会更加有女人味一点。不过我觉得从实用的角度呢，还是我这个黑色会更实用。内里呢，则是之前开箱过的羊毛条纹衫，给深色穿搭增加一点亮点。搭配的白色牛仔裤呢，也是我这次发现的宝藏单品哦。
之前我就反复说过，秋冬天穿搭太沉闷了，只要把裤子改为白色，就能够让99%的造型更出彩。这条呢，就是我说的白色牛仔裤了。绵羊毛混纺牛仔布，经过水洗处理后呢，加倍柔软，而且内里是微微加绒的，细腻亲肤，贴身穿呢也不会有任何摩擦感。冬天呢，单穿这条裤子应该就足够了。糯米白不会太生硬，怎么搭配都会很好看哦。最后一件，本场最爱，大小三生。那就是皮草啦。看过《Sex and the City》的朋友应该都知道，纽约时髦客一到冬天人手一件皮草，所以这次我一看到 Fabric 有这件环保皮草，赶紧就入了。这件呢是来自 Fabric 和意大利设计师 Esposito 的合作款。设计师呢曾经担任 Gucci 的首席设计师，这个皮草真是一出手就是王炸哦，太奢华太贵气了，时髦的不要不要的。我收到之后就没有舍得脱下来，恨不得睡觉都抱着它。虽然呢是环保皮草，但是表面毛绒蓬松浓密，穿上身呢瞬间改变轮廓和比例，哪怕全身都是基本款，也能够穿出十足的气场。而且呢，它很仔细的做出了晕染渐变的效果，就像真的狐狸毛一样，手感和质感都极好，而且不容易掉毛和磨损哦。颜色呢调得极棒，不会太深太老气，也没有太黄，加入了一点点灰色调，在华丽中呢带着适度的优雅和内敛。内里呢则是细腻柔软的仿麂皮绒，穿起来呢更加温暖舒适，而且整体自重不重，很轻盈不压身。版型呢很精简，比较合身一点，不会太廓形，亚洲女生穿的也没问题，而且不会太长。小立领设计，简约精致。因为皮草呢足够吸睛，下半身呢就选一条黑色牛仔裤就可以了。我选了一条微喇叭裤造型的，很复古，和皮草呢也是相得益彰的。混纺牛仔面料弹性很好，柔韧而且不失筋骨感，舒适度满分，还能够帮助塑形，显得腿好长好细，比例好好啊。水洗炭黑色调，要比起纯黑色呢不会那么的黑，那么沉闷，也比较容易搭配衣服。最后在搭配之前那个酒红色油蜡皮包包，再来一副复古大耳环，我要出门炸街去啦。好啦，一口气分享了这一次为了新年准备的5套衣服和2个包包，希望大家喜欢。我会把所有的产品链接和相关折扣码呢放到我的 YouTube 信息栏里面，喜欢的同学呢记得去拿。那提前也祝大家2026年新年快乐，来年呢一切都顺利，红红火火过大年哦！记得穿红色，这样的心情也会好，好运气也一定会来的。如果喜欢这支影片的话呢，记得给我点一个赞吧。如果还没有关注小镇杰西卡的朋友呢，记得动动手指，打开小铃铛关注我，就可以看到我随时的更新了。也记得加入我的 Facebook 和 WeChat 的私密购物群，在群里面呢，我会第一时间分享我的同款以及相关更多更好的折扣，等你来玩。那我们就下次见了，拜拜。